第一章，为什么你永远无法真正到达终点？要问为什么你永远无法真正到达终点，其实是在把物理学推到它最敏感也最核心的那条边界线上。当意识不再由一颗活着的大脑维持时，究竟会发生什么？在日常语言里，我们把这叫做死亡。可有趣的是，物理学很少用最终结局来叙事，物理学更像一台冷静的机器，它写方程，描述状态如何变化，可逆的、连续的、一步接一步的演化。你在纸面上几乎看不到终止这两个字，尤其到了量子层面，一个更刺眼的原则摆在那儿：信息守恒。信息可以扩散，可以干涉，可以退相干，像墨水滴进水里一样被搅散到你找不到。但在最基本的描述里，它并不会凭空被抹去。当这个原则撞上意识的第一人称事实，也就是我正在体验的那种主观连续性，一种很怪也很容易被误解的推论就出现了。某些人把它称为量子永生，但要先把话说清，这并不是在承诺肉体不会腐朽，更不是在宣称你能永远活着，它更像一个思想实验。如果宇宙真的承载了所有可能的延续，那么在某些分支里，意识的链条似乎总会继续。而对第一人称来说，你永远无法把自己的消亡装进一次可被体验的经验里。为什么会这样？可以从两条线把它搭起来。第一条线来自量子物理，在测量之间，微观世界按薛定谔方程线性演化，结果不是一个单点，而是一张概率分布许多可能性的权重图谱。第二条线来自神经科学，意识不像一块石头那样是一个东西，它更像一段运行中的过程，是信息在大脑里持续整合、更新、回路自洽的流动。每一个此刻的我，都是神经动力学在特定物理条件下维持的一次稳定运行。供血供氧、离子通道、神经递质、网络同步。条件稍微崩一点，体验就会断档，甚至彻底熄火。于是，一个关键点冒出来。每一个意识瞬间必须发生在生物体物理上允许的未来里。量子力学允许无数种未来，每一种未来有自己的振幅权重。那么你的下一个体验瞬间，就像从这张可能性分布里抽取的一个样本，但注意，这个样本只能从仍然有意识能发生的分支里抽出来，因为没有物理基础的地方，就不会有体验发生，没有体验发生，就没有我感受到了缺失的那一瞬间。这听起来有点绕，但可以用一句更直白的话抓住它。主观上，你无法感知经验的缺席，你可以体验疼痛，体验昏迷前的模糊，体验恐惧，体验衰老带来的迟钝。但我已经不存在了，并不是一种可被体验的内容，因为一旦进入那种状态，就没有后续的你来读取、来报告、来记住它。所以所谓终点无法在经验本身中显现，并不是神秘主义，更像是把条件概率硬生生套进第一人称。我们讨论的不是世界会不会结束，而是在你仍能体验的条件下，你会经历到什么。现在做一个画面化的想象，存在一个极其庞大的宇宙集合，里面有许多略有不同的宇宙版本，每个版本都包含一个几乎相同的你，同样的童年，同样的记忆，同样的性格，只是在某些微观细节上分叉。大多数版本都遵循普通生物学，生命继续，然后结束。可也许有极少数版本走了不太可能的路径，一次意外没有发生，一次手术成功的不可思议，一次突变或巧合让系统多撑了一段时间。从外部第三人称看，
这些幸存分支小到几乎可以忽略，它们的量子权重可能很低，像广阔海洋里几朵不起眼的浪花。但从幸存分支内部看，事情就变得诡异。对身处其中的观察者来说，唯一发生过的连续序列，就是延续至今的那条序列。你不会在内部看到那些断掉的版本，因为断掉的版本不再有观察者去看到自己断掉。这就是量子永生最容易引发误解的一点。它并不说你会活到永远，它更像是在说，你永远不会处于一种我正在体验不存在的状态。这听起来像语义游戏，但它踩在量子力学如何分配可能性以及意识如何依赖物理基底这两块地基上。更具体一点，在一次意识觉醒和下一次意识觉醒之间，退相干会把波函数的不同可能性隔离成许多接近经典的历史，每段历史都有自己的记录链。环境里散落的光子、空气分子的碰撞、仪器的指针、你眼睛的视网膜、你大脑里的突触权重，这些记录一层一层把这个结果定死在某个分支里。身处其中的观察者就会感到一个连续的世界在向前滚动，而几乎在所有分支里，大脑的完整性终会出问题。疾病、意外、衰老、缺氧、不可逆的损伤，只在极少数分支里，这个链条暂时没断。于是从第一人称角度，主观链条只包含那些还能醒来的环节。你不会得到一个内部快照写着我现在停止运行，因为这样的状态没有后续状态来读取它。它不是一段剧情，更像是剧情能否继续播放的电源条件。断了就没有下一帧。当然，务实很重要，这里必须强调，大脑不是维持宏观量子叠加态的量子计算机。神经组织里的退相干时间极短，热噪声、分子碰撞、离子流动会把任何精细的量子相干迅速搅碎。所谓多样性，主要不在于你脑内同时思考了无数版本的自己，而在于外部物理世界的微观细节，比如粒子散射、热涨落，如何把宏观事件推向不同结果。退相干不是消灭某个结果，它只是让这些结果彼此失去干涉能力，从此像背后玻璃隔开的房间，各自独立发展。因此，你永远无法到达终点这句话，真正指向的是一种抽样规则。意识瞬间只能发生在它能发生的历史里，而不是在否认生物学终结。生物学的现实依然冷酷，生命系统靠输出无序来维持秩序，熵一直在涨，衰老、伤病、事故都会不断降低某个特定身体状态继续维持意识的概率。身体的复杂性终究会跨过不可逆的阈值，那些组织化的活动崩溃。第三人称看，这就是死亡。热量扩散，分子碎片重新分配。但即便在这里，量子层面的信息守恒会提醒你，你曾经的模式并没有被宇宙擦掉，它更像被打散，编码进更大的整体波函数里，不再以鲜活过程的形式存在。对个体来说，这是绝对终止；对宇宙的数学描述来说，这是一种连续转变，只是我们根本无法从内部经验过渡本身。所以，这个概念不能当作字面意义上的永生证据，量子力学也无法替生物学续命，它顶多提出一个尖锐的第一人称限制：你无法体验自己的缺席。如果在宇宙波函数中还存在任何后续状态，而且这些状态仍能实现类似你这种意识的东西，那么你所体验到的序列就只会出现在那些后续状态之中，等到任何有意识延续的振幅真正归零。
也就是再也没有任何物理条件能支持那类过程，序列就结束了。但这种结束永远不会被体验到，它不是故事中的一个事件，更像一条不成文的边界，越不过去，因为越过去就没有你来讲述越过去。于是问题就变得更难，也更诚实。什么才算同样的意识？在现代观点里，身份更像一种动态模式，记忆、预测、自我模型、情绪调控，都保存在一个不断更新的网络里。你可以逐步更换部件，细胞代谢、突触重塑，模式仍然延续。但如果突然把模式打断，结构性崩溃，模式就消失。放到量子图像里，这个模式对应于总状态空间的一个区域。只要某些宏观变量保持在与意识相容的范围内，这个区域就仍然有非零支持度。生物体脆弱，支撑会随年龄和损伤而缩小，但总体状态空间仍然极其广阔，哪怕概率微乎其微，也可能存在某些条件暂时有利于这类模式继续。这里也需要再务实一次，物理学允许某条线存在，但它不会自动赋予这条线重量或意义。你不能简单宣称只要有任何延续存在，我就必然体验到它。正确的表述必须尊重尺度和权重。观察者时刻按量子权重分布，不考虑存活条件时，长期存活的概率依旧很小，只是在持续经验的条件化视角下，这小部分因素会在你的内部叙事里变得格外显眼，因为你只能在它们里面继续讲故事。久而久之，你甚至会产生一种荒诞感，生存越来越不可能，可你却还活着。这种不可能发生的感觉，恰恰是这套逻辑的一部分。意识必然追踪那些仍能保持觉知的罕见路径。更麻烦的是，量子力学的不同诠释对这些可能性处理并不一致。如果波函数坍缩是真实且独特的，那么也许只有一种历史，延续可能真正终止。在多世界或关系式观点里，与方程一致的每个结果都实现。意识会发现自己身处其中之一。物理学界至今仍有分歧，也没有实验证据能一锤定音地区分这些诠释，所以结论必须保持克制。你永远无法真正到达终点，不是一条被验证的定律，而是一种视角，把量子演化的统一性和第一人称经验的定义绑在一起得出的推论。即便只把它当作视角，它也会带来实际影响。它把注意力从毁灭的恐惧挪到经验结构的质量上。物理学里的边界是不同状态之间的分界线，不是把状态从宇宙里擦掉。人生也是一样，每一刻都影响下一刻。意识像一个自我维护的记录系统，沿着物理可能性向前流动，直到支撑它的条件不允许为止。条件消失时，内部不会响起一声铃铛告诉你最后一刻到了。故事更像突然停笔，没有结尾章，没有旁白补完。这幅画既不美化死亡，也不轻视死亡，它保留了生物学的现实性，同时承认意识无法体验自己的缺失。由此，它反而给出一个更务实的提醒：如果意识只能存在于与自身相容的状态里，那么关注这些状态的质量、身体、心理、情感、关系、生活结构，往往比沉迷于推测无尽延续更重要。物理学不保证永恒，它只保证此刻你之所以在这里说我在，是因为你正处在那些允许我在的宇宙分支里。这种认识可能带来一种微妙的转变，从焦虑到专注，从对终点的想象，回到地平线这一边真正能过好的每一天。从实际角度看，
这个教训并不玄，宇宙不需要承诺永生，存在也依然可以很深刻。描述电子轨道的方程，同样描述着让你能呼吸、思考、入睡的化学过程。它们确保连续性，直到条件不允许为止。而当条件不允许时，它们不会留下一个可观察的最终瞬间给内部体验去把握。所以今晚，当你让思绪飘荡时，可以把这句话留在心里。物理规律会让模式在允许的地方延续，意识也会沿着这些延续继续生长。终点到来时，它不是一堵你必须面对的墙，更像一条你永远不需要有意识跨越的地平线。重要的事情都发生在地平线这一边，在你仍能感受、仍能选择、仍能爱与被爱的这一边。让呼吸慢下来，放松身体，让白天的喧嚣沉进宇宙永不停息的背景嗡鸣里。你是这段延续的一部分，短暂、闪耀，并且此刻仍在。第2章，现实如何在你周围不断分裂。量子理论描绘的世界，比日常经验暗示的要奇怪得多。我们平时以为世界像一条笔直的路，事情发生一次就定了。可在量子框架里，现实更像一片岔路林，而你只是沿着其中一条路在行走。它的核心概念叫叠加态。一个系统不一定被锁死在单一状态里，而可以同时处在多种可能之中。电子似乎能同时出现在2个位置，光子能沿2条路径传播，原子能同时占据2个能级。当你不去测量、不去读取结果时，量子态会平滑演化，把这些可能性都包进一个统一的数学对象里，波函数。它像一张不断流动的可能性地图，没有明确的单一结局。可你又会说，我明明只看到一个结果，硬币要么正面要么反面，门要么开要么关，人生要么走上这条路要么走上那条路，那单一结果的感觉从哪里来？答案通常不是可能性被毁掉了，而是发生了退相干，一种让可能性彼此失去干涉能力的过程。系统与环境相互作用时，每个可能结果都会和环境的不同状态纠缠在一起。空气分子、散射的光子、测量装置的微小振动、你的眼睛、你的神经信号，这些细节像无数台摄像机在同时录像，把这个结果刻进环境的记录里。于是原本重叠在一起还能相互干涉的可能性，变成了彼此隔离、互不沟通的分支。它们不是被消灭，而是被隔开，像分道扬镳的河流，继续各自向前。多世界诠释把这件事当作字面意义来理解，它不要一个额外的坍缩规则来宣布只有一个结果是真的。相反，他说，只要方程允许，所有结果都实现，只是权重不同。概率在这里不再意味着宇宙犹豫不决，而更像是一种统计。在所有分支里，有多少观察者时刻会看到这个结果？振幅大的分支更常见，振幅小的分支更稀有，但它们都存在于整体演化里。用抛硬币做个更贴近生活的比喻，硬币旋转、落地、弹跳的每一个细节，最终都可能被微观量子不确定性轻轻推一下，走向不同结局。于是，在某些分支里，硬币正面朝上；在另一些分支里，硬币反面朝上。每个分支里的你，都只会看到一个结果。所以从内部看，随机性非常真实，你确实无法预先知道会是哪面。但从整体波函数的外部描述看，演化是确定性的，它只是把所有允许的结局都展开了。这个想法听起来荒诞，
现实有无限多个版本，可它的支持者会说，这恰恰是最省假设的读法。你不需要再往理论里塞一个什么时候坍缩、怎么坍缩、谁算观察者的补丁。分支不是额外假设，而是方程自然带出来的结构。整体状态统一演化，信息守恒完好无损。我们所谓的随机性，只是观察者沿着一张巨大网络中的一根细线所看到的景象。而更震撼的是，这种分支不是稀有事件，它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就发生在你身边。你的每一次呼吸，每一次眨眼，每一次手指轻微的颤动，背后都有无数微观碰撞和不确定性在滚动。分子在肺泡间穿梭，光子从屏幕射进眼睛，神经元交换离子和地质，突触电位在阈值附近摇摆。任何一个微小的不确定性，都可能在某个时刻放大成不同的宏观记录。大多数差异小的你永远察觉不到，但它们叠加起来，会织成一张难以想象的平行历史的细网。在量子描述里，早吸一口气的你和晚吸一口气的你，某个神经元晚放电1毫秒的你和它准时放电的你，都在整体结构里同时存在，只是它们不会再相互作用。因为从实际角度看，这种分离几乎不可逆。想把这些分支重新组合到能互相干涉的程度，需要把已经散落到环境里的信息一粒一粒收回来，精确到不可思议的程度。这在现实中等同于不可能。这也解释了一个你可能早就疑惑的问题：如果量子世界这么飘，为什么宏观世界这么稳？为什么桌子不会同时在这里又在那里？答案是，退相干太快了。对宏观物体而言，哪怕万亿分之1秒都嫌长，环境就已经把哪个版本发生了记录得明明白白。宏观叠加与经典混合，在经验上几乎无法区分。你看到的就像一个确定的世界，行星有位置，人有生活轨迹，事情有前因后果。矛盾的是，正是波函数的分支，让你体验到的现实显得独一无二。因为每个分支内部都自洽，记录一致，因果连续。宇宙学把这个故事推得更大。早期宇宙里的量子涨落，被认为是今天星系结构的种子。那些微小的波动在暴涨与引力作用下被放大，最后在夜空里结成我们看到的星系丝状结构。换句话说，你头顶的星空可能就是量子不确定性在宇宙尺度上留下的化石痕迹，塑造你身边微观环境的同一类机制，也在塑造宇宙的宏观纹理。当你把现实理解成这种不断分支的结构，发生某事这句话的含义就变了。事件不再像自然界做出的一次独断选择，而更像观察者与环境在整体波函数里相互纠缠后，某条记录链在某个分支上成型。你做决定时也是一样。神经活动里微小的不确定性会把行为记录进不同分支。在你经历的这条链里，你确实是出于理由在行动。自由意志在分支内部仍然成立，你仍然要为你的选择负责。但在更大的图像里，宇宙并不只选一条路，它承载所有路，然后让每个你在各自的路上继续讲述我是怎么走到这里的。反对者会说，这不就是把实体数量无限增加了吗？可支持者会反驳，增加的不是实体，而是你停止强行删改方程式的后果。基本方程本身简洁一致，引入坍缩机制或隐藏变量反而更复杂。接受分支，就像承认数学并不会因为你看不见就不存在。代价是，你要接受一个远超直觉的现实规模。但别误会，
现实的浩瀚并不会让你的经验变得廉价。每个分支内部都包含一个完整世界，包含它自己的历史、记忆、关系与痛苦和快乐。你在自己所属的这条线里感受到的我，是真实的，因为它由你周围那张关联网络定义。还有其他版本无法沟通，并不会削弱这个版本的真实性。恰恰相反，退香干造成的隔离感，给了你的现实一种坚实的触感。这里的桌子真的在这里，这里的爱真的发生过，这里的遗憾真的会留下痕迹。理解现实不断分裂，也正好为上一章铺垫了背景。意识的连续性取决于那些物理基础仍然完好的分支还存在。分支提供路径，但不保证永生。大多数分支仍会走向普通结局。关键在于，这个过程不会给你一个我彻底消失了的内部镜头，它只是在更大的结构里，让某些路径能继续播放，而你只会在能播放的路径里继续成为我。从更普遍的角度看，没有特权分支，也没有一个站在外面观看分裂的上帝视角。波函数作为整体只是演化，包含所有合法构型的无缝叠加。时间感本身也被认为源于这种结构内部的关联。你感到的流动，是某个分支里秩序的展开。你的每一个意识瞬间，就像从这条不断分支的连续体里截取的一帧画面。你看到这一幕，却不会看到旁边无数幕同时在发生。如果你能退到足够远，远到超出任何人类能力，你也许会把现实看成一个巨大的干涉图案，闪烁不定，却又严格遵守数学规则。宇宙不像一条单线历史，更像一个充满潜能的活场域，不断重组、发散、记录、隔离。在这个场域里，你是一个局部播报，是由信息与记忆塑造出来的短暂意识焦点。你所处世界的稳固性不是幻觉，而是退香干赋予宇宙织锦中某一股线的天然稳定。于是，一个古老的问题会换一种问法，不是为什么存在，而不是不存在，而是为什么是这个版本。答案更像统计。你之所以在这里，是因为几乎所有像你这样的观察时刻，都聚集在那些与生命连贯性相融的分支里。你感知的世界不是唯一的，但它很可能是可感知者最常落脚的那类世界。这种认识并不削弱意义，反而把意义定在物理结构上。意识出现在允许它出现的地方，沿着允许它延续的线前进。概率不是在选择之间摇摆，而是贯穿所有选择，成为一致性的骨架。分支不是混沌的裂变，它是秩序得以稳定的机制。没有它们，你甚至无法解释为什么宏观世界会如此可靠，为什么记录会如此一致。一天结束之际，把这个想法轻轻放在心里。宇宙万物都在不断分支，而你的意识却汇聚成一条道路，并把这条道路叫做生命。分割现实的法则也维系着现实，给转瞬即逝的当下以形状。你是那浩瀚整体的一部分，是无限叠加中短暂的秩序模式。而此刻，这就足够了。第3章，做回你自己意味着什么？做回你自己这句话，听上去几乎不需要解释。你每天醒来，脑子里自动把昨天续上。我昨天去过哪里？跟谁说过话？今天要做什么？你走到镜子前，一眼就认出那张脸就是你自己。自我意识像一根看不见的线，把一个时刻拴到下一个时刻，让你觉得人生是一条连续的路。我从童年走到现在，我还是那个我。
但如果你把这件事拆开来看，物理学、神经科学和哲学会一起告诉你，我是谁远比我们习惯的感觉更流动，更像一个正在运行的系统。你所谓的同一个人，并不是一块永远不变的石头，而更像一段不断更新却保持连贯的旋律。更重要的是，在量子视角里，当现实本身可以衍生出无数版本时，成为同一个人就不能再依赖那种让人安心的假设，仿佛身份是一条单一、不可分割、从头到尾只走一条线的轨迹。先从最朴素的生物学说起，你住在一个一直在变化的身体里，细胞会死亡，也会被替换，蛋白质不停折叠展开，你的皮肤在更新，你的血液在流动，你吃进去的东西变成你的一部分，然后又被代谢出去。哪怕不谈夸张的时间尺度，只要过一段时间，构成你身体的物质就会大幅更换。很多人听到这里会本能的紧张，那我还是我吗？答案是，你之所以还是你，靠的从来不是同一批原子，而是组织形式，也就是信息的排列方式。留下来的不是材料，而是结构、记忆的痕迹、习惯的倾向、性格的偏好，以及大脑里那套复杂到惊人的动态网络。神经科学告诉我们，经验会改写突触连接的强度，这些微小的变化像统计学一样，把你经历过的规律写进神经回路里。于是，身份的持久性就不再是物质不变，而是某种活动模式能在变化中自我维持，不断复制自身的连续性。量子物理学把这幅图又往深处推了一步，连你以为最硬的东西原子，也不是静态的小球，而更像场的激发，像涌动的波纹。它们可互换，可重排，可在更基本的层面上被重新描述。自我因此更不像固定本质，而像一个过程。信息在物理定律允许的范围内持续配置、持续更新、持续维持功能。你每时每刻还是同一个人，意味着你的信息模式能够平稳演变，保证功能不断线，能记得，能预测，能做决定，能把今天的你接到明天的你。从数学上讲，同一性也不是一个离散点，更像是穿越巨大可能状态空间的一条轨迹。你不是某一帧照片，你是照片之间的连续电影。而当我们把现实会分支的量子图景放进来，这条轨迹立刻变成了多维的。每一次退相干，每一次微观不确定性放大成宏观结果的瞬间，都会诞生一系列几乎相同的你。某个分支里你把头略微偏了一点，另一个分支里某个神经元早放电一瞬，还有一个分支里你说话前多停顿了半秒。单看一件事微不足道，但无数次叠加之后，它们汇集成一个庞大而亲缘极近的自我家族。这时，哪个才是真正的你就开始失去意义了。因为在分起点之前，你们共享同一套记忆，同一段人生记录。分起点之后，你们各自沿着自己的环境与后果继续发展。真正的相同不在于分子，不在于某个精确的微观量子态，而在于信息模式与因果连续性。你能解释自己为什么这么想，为什么这么做，这些想法从哪里来，下一步会怎样。这条因果链越连贯，你是你的感觉就越坚固。哲学家很早就围绕这件事争论。约翰·洛克把身份记在记忆上。如果你能记得自己曾经是谁，那你就是原来的你。后来德里克·帕菲特更进一步，他说也许根本不需要那种数字上的同一性，不需要一个宇宙税号一样独一无二的同一个。他强调的是心理连续性，只要未来的人在心理上与你保持足够一致，
延续就成立。换句话说，生存不一定要靠一个不可分割的灵魂标签，而可能只需要这段模式还在继续播放。你会发现，这种说法跟物理学奇妙的合拍。宇宙并不把实体当作永恒不变的固体单元保存下来，它更像保存了一套能维持时间连贯性的关联，记录如何延续，信息如何传递，因果如何闭合。从这个角度，身份就是由一串相互关联的瞬间组成的网络，每个瞬间都是更大信息模式的一次局部实现。量子背景下，这些关联在每个分支里表现为一致的记录链。你的大脑状态，你写下的文字，你手机里的照片，别人对你的记忆，他们共同把你是谁锁定在一个连贯叙事里。退相干的残酷之处在于，这些分支之间几乎无法相互作用。你的另一个版本不会跑来提醒你我选择了另一条路，你们彼此不知道对方的存在，也无法交换信息，但在每一个分支内部，每一个当下都感觉无比真实，仿佛它就是之前所有瞬间的自然延续。于是，身份的稳定性就变成一种局部现象。在你所在的分支里，记忆与身体状态织成一条连续线，让你确信我就是我。你可以把它想成一场音乐会，许多乐器在同一时刻演奏同一段旋律，小提琴的音色，钢琴的触键，长笛的气息都会有细微差别，但你仍能听出是同一首曲子。分支里的你们就是这样，旋律相同，细节略不同，但都可辨认出同一种自我模式。如果我们用信息论把它说得更硬一点，人脑是一个巨大的信息处理系统，近1000亿个神经元，每个神经元数千连接，像一张高维网络在不断编码感觉输入、预测、目标与情绪调节的概率分布。你之所以是你，就在于这套高维模式在吸收新信息、更新结构时，仍能保持整体一致性，不把叙事撕裂。量子层面的分支一旦发生，每个分支都会携带这套信息结构的一个副本，它们没有谁更真，只是同一底层算法在不同环境互动下逐渐分化出的不同实例。这意味着身份同时是连续的，又是分布式的。它连续，因为每个分支里记忆与认知都在生成不间断叙事；它分布式，因为这种叙事在宇宙波函数里有无数份体现。我们平时说的同一个人，其实更像这些高度相关版本的集合，因共同历史而聚在一起。你之所以感觉自己是一个独立个体，而不是一群个体，是因为分支之间的隔离让你只能活在其中一根树枝上，你看不到别的树枝，于是你自然会把这一根当作全部。这个认识会引出一些让人不太舒服但又避不开的问题。如果每种结果都会在某处出现，会不会削弱你选择的意义？从宇宙整体看，分支会展开，但从你所在的特定分支看，你只会经历一条选择后果链。你要承担的责任，你会收获的关系，你会承受的代价，都只在这条链上发生。其他分支的你无法被你调用，也无法替你承担，所以它们的存在并不抵消你在这里的自主性。恰恰相反，分支框架反而强调了局部条件的重要。你滋养什么念头，做出什么行动，会决定你这一条人生路径的体验质量。这在个人层面一点都不虚。物理学还提供了一个很实用的视角：身份如何在中断之后仍被保留，比如睡眠、麻醉、短暂失去意识。严格说来，你在那段时间并没有持续的主观体验，但你醒来时会自然地说：“我回来了。”这说明身份并不需要每秒钟都在线。
它需要的是可恢复的兼容信息。未来的大脑状态能够重建先前状态的记忆、倾向与自我模型。自我意识就像从暂停键里无缝恢复，于是身份更像一段可暂停、可恢复的波形，而不是必须从头到尾不许断针的固体。把这个逻辑推远一点，就会出现瞬间移动、意识上传这类思想实验。如果你的大脑信息被完美复制到另一个载体，那里醒来的他会是你吗？物理学不给特权答案，因为你被定义为运作模式，而不是某一撮特定物质。复制品会像你现在一样真切体验连续性，他会说我记得昨天，会承认自己就是你，甚至如果同时出现2个版本，两者都会理直气壮地宣称我才是原版，因为在复制之前，他们的信息历史完全相同。听起来荒诞，但它揭示了一个核心：身份不是由物质保存的属性，而是由结构与关系保存的属性。量子场论在这里提供了更强的类比。在那幅图景里，根本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独立的小粒子，我们叫它电子、光子，其实是同一类场的激发态。宇宙中的每个电子在基本属性上无法区分，差别来自它所在的关系网络、位置、动量、环境、纠缠链。个人身份也是如此，你并非由独特成分构成，你更像通用流程的一种特定配置。所谓个性，来自你与世界的关联方式，你的记忆结构，你的预测习惯，你对意义的选择。这幅图可能让人不安。如果我只是信息的排列组合，到底是什么维系着我存在？答案既让人谦卑，也让人有力量。你的锚点是连贯性，只要编码记忆与感知的物理过程在某个分支内保持连贯，你就会持续作为那个能说我在的模式存在。你不需要一个不可变的核心。物理定律以信息守恒为背景，让连续性成为可能。相反，当受伤、疾病、衰老让连贯性崩溃，这套模式就会恶化，自我意识也会瓦解，第三人称看就是终结。但即便如此，你的信息并不会像被橡皮擦掉那样消失，它会以痕迹的方式留在环境，留在他人的记忆，留在你做过的事引发的因果涟漪里。从这个意义说，身份并不是没了，而是变形了，从一个能自我维护的活过程，变成了分散在世界里的记录与影响。这并不和你的情感现实矛盾。我们的大脑进化出我是一个持续的我的体验，因为它能稳定行为，整合目标，让计划成为可能，把极其复杂的内部过程压缩成一个可控叙事，是一种非常高效的认知策略。物理学指出，这叙事是更深层过程的投影，并不意味着它是假的，它是对你所在分支上信息流动的忠实局部描述。当你把这些科学视角放进生活，一种更温和的存在感会浮现。你从童年到现在的相同感既真实又暂时。真实是因为你的信息模式长期保持连贯，暂时是因为它只是无数可能延续中的一种实现。你是物质与能量在量子规律下不断演化的故事，足够稳定，能记住过去，又足够灵活，能被每一次互动改写。而当你意识到自己是一种模式而不是一个物体，反而可能更平静。改变不必然是损失，它也是进化。你称为你的东西，不是一件注定碎裂的物品，而是一股在时间里流淌的组织浪潮。就算宇宙分裂出无数个略不同的你，见证现实展开的觉知，在每一条能维持它的线索上都会再次出现。
于是身份不再是一道硬边界，而像一片领域。你并不局限于某个精确形态，而是参与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自我，每个都在自己的世界里鲜活存在。相似之处在于经验的结构，而不在于每个细节。能让电子不是小球的规律，也让意识在条件合适的地方一次次回到舞台上。所以，当你慢慢进入休息状态时，记住，你感受到的自我不是一块不变的石碑，它更像宇宙里涌动的连贯性之波。原子会更换，事件会分叉，但只要模式还能被重新点亮，你就会一刻又一刻地成为能识别自己的活信息。这才是更深层意义上的做回你自己。第4章，你所有版本之间的隐藏联系。当人们第一次想象多世界结构时，最容易出现的画面是，你的每个版本都像被封进一个玻璃罐里，隔绝、独立，永远无法相见。因为退相干把分支之间的干涉压到近乎为零，信息无法跨过去交换，仿佛每个版本都被宇宙判了永久分居。但在这种强烈的孤立感下面，其实藏着更微妙的一层。可观察意义上的分离并不等于在现实最底层结构上彻底断裂。从量子理论的数学层面看，所有分支仍嵌在同一个普世波函数里，你眼前看似分裂成无数世界的景象，可能只是同一整体在不同区域里展开的自洽片段。要理解这种隐藏联系，回到纠缠会很有帮助。纠缠不是玄学暗线，而是量子力学里极严格的数学特征。当两个系统发生相互作用，它们的状态就会合并成一个联合状态，不再能被写成各自独立状态的乘积，它们的性质开始相关联。测量其中一个，你会立刻知道另一个的某些信息，不是因为有信号超光速跑过去，而是因为它们从一开始就属于同一个更大的描述。换句话说，纠缠系统在根本意义上不是两件东西，而是一个量子态的两部分。现在把这个概念扩展到宇宙尺度，每一粒粒子，每一次场激发，每一次观测行为，都在与无数事物纠缠。我们说现实分支，其实是在给那个巨大纠缠整体划分区域。退相干把它切成许多彼此几乎不再相互影响的片段，它们在所有实际意义上独立演化，但在数学上仍属于同一波函数，就像一幅巨大的挂毯，正面看是一幅图，背面看是另一幅图，花纹不同，却由同一批线编织。你和其他版本或许永远不会交换信息，但你们仍共享同一个起源与同一套底层线索。有些人把这种整体性称为一种量子一体论。宇宙从根本上更像一个实体，表面的多样性来自内部纠缠结构，个体对象、思想与历史，是退相干制造出的涌现边界，是为了在宏观尺度上形成稳定记录的有效分割。每个观察者都是普世状态中的局部信息模式，但这些模式仍然彼此关联，因为它们都是同一整体的不同投影。从物理学语言来说，这种联系最直观的体现是，波函数演化是腰正的，信息既不凭空产生，也不凭空消失。如果你的许多版本源自同一个先前状态，那么它们共享同一个量子祖先，编码在先前结构里的共同血统，即便后来分歧，这种共同起点也在数学上留下谱系。一张无形网络，把你可能存在的每一种延续都记在同一振幅景观上。你可以把它想成一棵极其庞大的家谱树，枝叶分开，但根不相连；差异发展，但同源不灭。
当然，这种联系几乎无法被利用。退相干把分支间的干涉压得极其微弱，弱到远超任何可想象实验的灵敏度。相关性在数学里仍存在，但对分支内部的生命来说基本不可见。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不是空间距离，是相位关系的距离，看不见，跨不过，也传不过消息。对经验来说，分离是绝对的；对整体描述来说，分离更像是我们在局部视角下看到的有效近似。即便如此，这个隐藏的连接仍然有意义，因为它重新定义了个人主义。你并不是一块孤零零的岛屿，你更像参与一个更大连续体的局部漩涡。你的意识体验是局部的，锁在一个分支里，但支撑它的物理背景是全球性的，同一套自然法则，同一组初始条件，同一条条纠缠链，共同孕育出生命与观察。这也会让我们重新思考自我与世界的边界。在经典物理里，我们习惯说物体彼此独立，石头在那儿，人走在这条路上。可量子理论让这种分割变得模糊，因为把哪里算作系统，哪里算作环境的边界，本身就是一种近似，一种为了计算和理解而做的切割。你越深入微观层面，这种分离越会溶解在关联网络里。你的身体不断与环境交换粒子与能量，更深层的描述里，它也与环境纠缠，几乎不可能实现某种绝对的独立自主。从字面意义上讲，你与宇宙确实息息相关。听起来可能让人不安，却也带来一种亲密感。意识与现实之间并不是冷漠的对立，你不是被丢进宇宙的一粒沙，你更像宇宙结构在局部范围内的一次自我呈现。分离感，我被困在自己的经验里，在生存上很有用。它让你能行动，能交流，能保护自己，但它可能并没有抓住更底层的统一性。意识就像光，可以被分割、被反射、被遮挡，但仍属于同一束光的延展。宇宙不可分离的证据，在现代物理实验里并不罕见。大量纠缠实验，尤其是贝尔类实验，显示测量结果之间的相关性无法用预先存在的局部属性完全解释。宇宙在某种意义上违反了局域实在论的朴素版本。这并不等于科幻式的超光速通讯，而是在提醒我们，最基础层面，整体性比我们直觉中的一个一个独立物体更根本。我们划分系统，划分你和我，划分这里和那里，多半是为了方便，而不是宇宙最底层的绝对分割。如果把这种逻辑轻轻延伸到意识层面，就会出现一个微妙问题：意识是否也具有关系性？有些物理学家与哲学家提出，意识也许不仅仅属于孤立大脑，而是源于信息关系在宇宙内部的组织方式。大脑可能只是这种关系的高密度聚焦点，它形成自我指涉的模式，能够知道自己在知道。如果这条路成立，那么你在不同分支中的意识就不是互不相干的陌生灵魂，而是同一基本信息过程在不同情境下的平行表达，像交响乐里不同乐器在演同一和弦，彼此不交换乐句，但共享同一和声结构。再把视角放回信息守恒，你会看到一种更静悄悄的连续性。当系统演化，信息不会真正丢失，它只是被重新分配，被转码到更难读取的关联里。黑洞信息问题的历史争论就曾围绕这个核心。人们一度担心黑洞会摧毁信息，但后来越来越多观点认为，信息会以极其微妙的方式编码在辐射的关联结构中。类比到个人层面，构成你的记忆结构、选择轨迹、生理状态的信息，
也不会凭空消失。哪怕你的分支走到你不再作为一个活过程存在的阶段，这些信息仍会散落在环境、他人的记忆、你造成的因果涟漪里。在其他分支里，它也可能以不同方式继续演化。于是，身份在普遍意义上更像一个不会彻底清零的关联网络。这并不意味着集体意识，更不意味着跨世界心灵感应或神秘通讯。物理学并不支持那种虚实，它支持的是描述的连续性。每一个可能的你，都是同一普遍过程的体现，遵循同一规律，源自同一初始条件。统一性是结构性的，不是剧情性的。它不像一堆漂浮气泡那样互不相干，而更像一个包罗万象的有机整体，在内部展开自己的所有可能形态。当你把这一点放在心里，你会发现多世界讲的未必是分裂的故事，更像是整体的故事。你是那个整体里的一个有意识微点，感知着无数内部视角中的一个。你的其他版本不是遥远宇宙里的陌生人，而更像同一存在在相邻角落里的回声。你听不到他们，他们也听不到你，但你们共享同一首曲子的底层谱面。所以在这段平静的反思里，那个常见的孤独感也许会稍微改变味道。纠缠的物理学告诉我们，没有任何事物是完全孤立的，即使跨过退相干的鸿沟，现实的线索仍编织在同一结构之中。今晚当你闭上眼睛，你的世界会继续演化。在某个分支里，另一个版本的你会在略不同的天空下入睡。你永远见不到它们，但它们的存在提醒你，分离可能从来都不是绝对的。你就像波函数宏大交响乐里的一个音符，音色独特，却与整首乐曲密不可分。也许这就是一种更温和的永生形式，不是保证你永远存在，而是让你明白，你始终属于某个在结构上不会轻易归零的整体。你短暂、具体，会疲惫，会老去，但你并非孤零零地被抛在虚空里。你是宇宙在局部范围内的一次清晰自我呈现。第5章，为什么说死亡只是退相干？把死亡说成只是退相干，并不是在把它说轻，恰恰相反，这是在用同一套支配恒星燃烧、冰块融化、细胞代谢，乃至你每一次呼吸的物理学语言，重新把死亡放回宇宙的逻辑里去理解。它不是某种超自然的断崖，而更像一段过程。秩序向混乱的滑落，连贯性向复杂性的松散，结构向统计平衡的回归。在量子理论里，退相干指的是一个微观系统原本处在精致的叠加态中，各种可能性还能彼此干涉，但当它与环境发生哪怕极轻微的相互作用，这种统一性就被环境的巨大自由度稀释掉了。相位关系不再可追踪，叠加不再可被观察，世界因此看起来像只发生了一个确定结果。注意，这里最关键的一点是，波函数并没有被抹去，信息并没有被摧毁，系统只是与外界纠缠得太深，深到你再也无法把原本的叠加拼回去。而生命，尤其是意识，也依赖一种连贯性。虽然它不是实验室里那种脆弱的量子相干，生命的连贯性更像热力学与信息论意义上的相干。数十亿个生化反应以极其精确的节奏协同运行，维持远离平衡的状态，稳定的体温，清晰的离子梯度，连续的代谢通量，神经网络的同步活动。你可以把它想成一种宏观的有序协奏，每个细胞都像乐队的一名乐手，按着节拍把能量流、物质流、信息流维持在一个极窄的窗口里。
只要这套协奏还能持续，意识就有舞台。一旦协奏被打断，舞台就会塌。因此，死亡在物理学视角下，像是一个不可逆的拐点，不是某个量子振幅突然消失，而是生物秩序的退相干变得无法挽回，分子网络失去同步，化学梯度衰减，能量供应中断，熵在系统内部迅速扩散。你看见的不是物质消失，而是组织方式散掉。正如退相干不是把系统从宇宙里删除，而是把它的可控结构融进环境里。生物学上的死亡也更像一种结构性的溶解，让一个自我维持的模式回到更广泛的自然统计背景中去。当然，量子相干与生物相干有巨大差别，一个在微观相位关联上跳舞，轻轻一点噪声就会断；另一个靠反馈回路、基因调控、能量流动维持，能抵抗几十年的扰动。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骨架：相干性维持可识别结构，退相干性瓦解它。生命之所以像生命，就是因为它不断把无序排出去，用熵的出口换取内部的低熵秩序。你每天吃饭、呼吸、排汗、排泄，本质上都是在做同一件事，维持不太可能的内部状态。可当交换停止，当能量与物质的流动无法再支撑那套精细组织，不太可能就会快速变成必然，系统便滑向混乱与平衡。这听起来冷酷，却也揭示了一种奇异的对称。宇宙里几乎所有结构，从星系到飓风，从晶体到细胞，都像低熵的临时岛屿，它们依赖能量流维持形态。恒星燃烧氢来对抗引力与辐射的拉扯，细胞燃烧葡萄糖来对抗扩散与衰败。燃料耗尽时，结构回归平衡。这不是生命独有的悲剧，而是所有复杂结构共同的命运。因此，死亡不是物理学的例外，它只是物理学的一个章节，把一种暂时被维持的模式送回它原本所处的巨大可能性海洋。在量子力学里，退相干发生时，关于系统先前状态的信息没有被销毁，而是通过纠缠扩散到环境中。散射的光子、振动的分子、热运动的微小差别，都在记录那段历史。生命也是如此。当一个生物体死亡，它的分子信息不会凭空消失，散入空气的热量携带着曾经驱动身体运转的微观痕迹。细胞成分进入土壤、水与大气，你留下的文字、影像、习惯，甚至一句话对别人产生的影响，会以间接的方式继续存在，印刻在他人的神经网络里，印刻在物品与信号里，扩散成世界中的因果涟漪。生命模式不再具备局部连贯性，但它的信息会融入宇宙更大的连贯结构里。物理学还能把这个观点推得更硬一些。在妖正演化的理想途径中，封闭系统总信息量不随时间改变，即便从人类视角看似不可逆的过程，燃烧、腐烂、瓦解，在微观层面原则上仍是可逆的。我们之所以觉得它不可逆，是因为信息分散到了太多自由度里，任何实际观察者都无法把它重新收拢、重建结构。原则上不是不能，实际上是做不到，而这种做不到在宏观世界里几乎等同于绝对。同理，曾经描述一个生命体的那套量子态并不会消失，它只是继续在整体波函数中演化，相关性被吸收进更大的整体，像一滴墨水融进海里，墨水并没有被抹去，它只是再也无法作为那一滴被单独找回。于是，
结束被重新定义了。对观察者而言，结束意味着能支撑意识的连贯模式消解；对宇宙而言，演化并未停止，原子依在，能量依在，关联仍在展开。这就触到一个关键差别：死亡标记的是连贯性的界限，而不是存在本身的界限。你所感知的你，依赖一种特定的物质能量信息的组合，稳定功能、梯度维持、神经关联链跨时间整合。链条一断，主观线索就止步，剩下的不是虚无，而是碎片化的连续。他人记忆里的你，空气与水中扩散的分子，以及每一次相互作用留下的量子记录。现代物理学甚至给出一种反直觉的安慰：个体会退相干，但宇宙整体不会，因为宇宙没有外部环境可供纠缠扩散出去。整体波函数的演化在理论上是确定性的，它承载着曾经存在过的所有关联。所以个体死亡是局部事件，是宇宙长期进程中的一次小规模重组。你可以把每个生命看作连贯性的暂时凝聚，能量流把秩序拎起来，维持成一个会思考、会记忆、会爱恨的结构，而死亡则是这团秩序重新散回整体运动的过程，从一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走向与更大环境的完全纠缠。把镜头拉近到生物学过程，你会看到这退相干式瓦解并不抽象。氧气与葡萄糖供应下降，神经元失去电化学梯度，突触传递停止，网络连接性崩溃，不是原子不见了，而是信息流通的通道塌了，全身亦然。新陈代谢停止，梯度趋向平衡，曾经精心协调的反应逐渐散成噪音，随之而来的是秩序向环境的重新分配，熵增加，信息扩散。物理学会说这是回归平衡，而在量子语言里，你甚至可以把平衡理解成一种最大纠缠的状态。子系统不再能与环境清晰区分，边界在统计意义上变得模糊。因此，说死亡只是退相干，是在断言死亡是一条与万物相连的物理过程，而不是一道形而上学的绝对闸门。它并不宣告某个神秘核心被毁灭，而是宣告某种自我维持的模式改写了形态。这不会减轻死亡的情感重量，却把它放进宇宙无缝的逻辑里。你身体里的原子曾是亿万年前恒星的一部分，经历过无数次凝聚与扩散、相干与退相干的循环。生命是物质暂时维系秩序的一种方式，死亡是秩序被收回、重新洗牌的一刻。这也与前面谈到的量子永生构成一种微妙的呼应。如果意识只会出现在那些还能维持连贯性的树枝上，那么死亡就是那些树枝在局部范围内失去可承载意识的条件。总波函数包含一切，但对某个分支内部而言，当退相干推进到再也无法形成意识模式时，主观故事就结束了。至于在极少数其他分支里，若存在极不可能的连贯性延续，意识或许还能继续，可那不是逃避死亡，而是把死亡理解为连贯性的统计边界，不是必然的墙，而是越来越难维持的条件。还有更现实的一层延续，不靠任何神秘，你现在的分子、神经、关系与选择的信息，已经成为宇宙更大计算的一部分。你散发的热量温暖空气，你说出的话改变别人的决策，你归还土壤的原子滋养新生命。能量与信息不消失，只变形。死亡终结的是我们称为我的自我指涉模式，但它也把这套模式拆散成无数新的组合材料。一段连贯的意识可能成为许多其他生命、其他意识的原材料与背景条件。
这幅画面也许朴素，却带着自然的美。它不保证个人永恒，但让你看见自己参与了一个永不停息的转变过程。恒星的形成与坍缩，量子态的分支与热量的扩散，生命的兴起与衰亡，都遵循同样的规律。死亡不是生命的敌人，它是宇宙重新夺回暂时借给你的秩序的步骤。你从未真正与整体分离，你只是短暂地以你的形式被组织起来。因此，当想到死亡，不必用消失这个词来压垮自己。构成你的物理定律，在你离开很久之后仍继续运作。你的存在、温度、精力都已经写进世界的状态里，无法被彻底抹去，哪怕无人阅读。宇宙也以关联的形式保留记录。死亡不是虚无，而是扩散，是局部结构归还整体的过程。你若细听，在生活喧嚣渐弱之下，也许会感到一种更深的延续。存在的低吟从未停过，而你曾经的那段连贯性，永远属于这首持续展开的宇宙长歌。第6章，宇宙如何储存你的每一个版本。在我们习惯的现实观里，事情发生，然后就过去了，一瞬间闪过，像一滴水落进河里，涟漪散开，仿佛那一刻就彻底消失。你刚刚说出口的一句话，你脑海里一闪而过的念头，你手指轻轻一动带起的微风，甚至你眼前这个画面里每个原子的位置，都像被时间冲走，只剩下模糊的记忆和越来越淡的痕迹。过去似乎只存在于回忆里，而回忆又是会褪色的。可物理学讲的是另一个版本的故事，而且是一个让人很难一开始就适应的版本。已经发生的事情不会真正消失。在量子力学与相对论描绘的宇宙里，信息是现实的基本货币，它可以被打散、被改写、被藏进极其复杂的关联里，但并不会凭空蒸发。每一次相互作用都会留下记录，这些记录不是写在纸上的字，而是写在粒子、场与辐射的相关性中，像一种无声的账本。你以为世界在遗忘，其实更像是世界在归档，把细节收进越来越难读取的层层文件夹里。所以，当我们说宇宙储存了你的每一个版本，并不是在用夸张的比喻讨好情绪，而是在追随一个非常硬的物理原则：妖正性与信息守恒。在量子力学里，波函数的演化在数学上是确定的、可逆的，每一刻都通过精确变换与前后相连，理论上不丢一比特信息。那些看起来不可逆的过程，玻璃破碎、鸡蛋摔碎、恒星坍缩、生命终结，并不是基本方程变得不可逆，而是因为信息被分散成了人类无法追踪的形式。我们不是失去了信息，我们是失去了读懂信息的能力。这句话听上去抽象，但把镜头对准你自己，它就立刻具体了。你的身体、你的记忆、你的性格、你的意识体验，本质上都是以物理形式编码的信息组合。你的大脑不是一团神秘的雾，它是高度结构化的物质系统，是由量子态组成、受精确规律约束的动态模式。你每一次思考、每一次说话、每一次做决定，都在改变这个模式。而这个改变从来不是关在你头颅里的私事，它会向外泄露、向外写入，以无数种你平时根本注意不到的方式。你说一句话，空气里就有压力波扩散出去；你动一下手，附近物体的热量分布就被轻微改写；你眨一次眼，反射出的光子就带着你的姿态与表情飞向远方。你站在房间里，
你身体的红外辐射在不停把你在这里的证据播送给宇宙，哪怕你什么都不做，你在呼吸，你在发热，你在与环境交换分子，你在让世界的微观细节发生不可逆的变化。换句话说，现实并不是等你留下些什么才开始记录，现实一直在记录，因为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持续写入。而这一切记录的底层机制就是纠缠。粒子一旦相互作用，它们的状态就不再是各自独立的小故事，而是被捆绑成一个联合叙事。相关性出现，信息互相指向，随着时间推移，这些相关性像蛛网一样不断积累，直到宇宙中几乎每个粒子都与其他粒子有某种极微弱却真实存在的联系。于是，你的存在并不局限在你的皮肤以内，它以纠缠网的形式延伸到环境里，成为全局波函数织物上的一个纹理。你吸进肺里的空气曾经碰过别人，你吐出的气体会飘向远方，你眼中反射的光线会穿过窗户，在某个角落被吸收，你在房间里留下的热，最终会混入大气与星际背景。这些都不是消失，而是归入更大的整体记录。要彻底抹去你，就必须抹去所有与你相关的关联，所有被你改变过的光子、空气分子、热运动细节、引力微扰、化学反应痕迹，甚至包括别人脑中因你而改变的神经连接。可这正是物理学最不允许的事情，它要求演化守恒信息，不许你把一段历史从账本上撕掉。这一原则在黑洞物理里被逼到最尖锐的位置。上世纪70年代，霍金提出黑洞会因为事件世界附近的量子效应而辐射，并在极长时间尺度上蒸发。这一度看起来像是信息灾难，东西掉进去，黑洞消失，信息不也跟着没了吗？几十年的争论催生了全息原理、黑洞热力学、量子引力的深层发展。越来越多的现代观点倾向于信息没有丢，它以极其微妙的方式编码在辐射的关联中，或者等价的编码在事件世界附近的结构上。也就是说，宇宙宁愿把信息藏得几乎没人读得出来，也不肯承认它真的消失。全息原理把这种直觉推到一个令人眩晕的高度。一个空间区域里的信息可能可以编码在它的边界上。宇宙像一个巨大的全息图，内部发生的一切都以某种方式写进边界的信息结构里。若这个思想接近真实，那么你是什么？你就是被写进时空结构的一段信息编排。宇宙不是舞台，事件不是临时上演然后撤景，更像是每一次相互作用都在结构里刻下一刀。时间不是橡皮擦，它更像雕刻刀，让痕迹越来越多，越来越深，越来越复杂。这也与相对论的时空观形成一种奇妙的呼应。在相对论里，过去、现在、未来并不一定是只有现在真实，其他都虚无，更像是一整个四维连续体。你的一生是一条世界线，过去的你不是被抹去，而是作为这条世界线早先的段落，仍然属于整体几何体的一部分。你此刻的现在，只是你主观意识正在读到的那一页，像在一本厚到不可想象的书里翻页。书页翻过去了，你看不到上一页的字，但字并没有从书里消失。从物理层面说，这种宇宙存储也并非浪漫化想象。就在此刻，你身体散发出去的光子正以光速远离你，携带着关于你的体温、动作、位置与姿态的细节。原则上，如果一个全能的观察者能够收集所有这些光子，
并把它们与所有相关的粒子状态一起倒推，就能重建这一刻的场景。实际上这是做不到的，不是因为信息不在，而是因为信息被分散在无数自由度里，复杂到超越任何计算能力。可物理学的态度非常明确，做不到不等于不存在。你微弱的红外光会融入宇宙背景，与恒星、星系、尘埃与其他生命的辐射混在一起，像一滴墨水散进海里。但从数学角度，它仍属于整体纠缠态的一部分。于是，存在于时间中就被重新定义了。你不是从存在走向虚无的一次短暂闪现，你更像宇宙记忆里嵌入的一段模式。你早年的版本并没有被删除，而是以过去时空切片的形式留在那条世界线上。你现在的版本在继续写入，你未来的版本在可能性里等待被展开。你的各个版本不是互相替换，更像被叠放在同一部四维档案里的不同页面。问题从来不是宇宙会不会记录，而是它以多高的分辨率记录，以多深的层级存放，以及谁能读得出来。从微观层面看，噪声与伤确实会让细节变得模糊，但这更像统计上的模糊，不是绝对的抹除。物理定律在根本上可逆，理论上只要掌握全部自由度，就能从现在恢复过去。我们做不到，是因为宇宙把数据散得太开，开到任何实际主体都无法把它重新打包。于是出现一个令人震撼也令人无奈的结论：宇宙的记忆完美无缺，但几乎无法读取，像一个从不丢档的档案馆，却没有给你借阅权限。听起来很悬，可它其实支撑着你每天的确定感。信息守恒是可预测性的基础，正因为宇宙不随意丢数据，原因才能稳定地导向结果，熵才能以可预测的方式增长，物理常数才能保持一致，世界才能有规律到让你能计划明天，能学习经验，能建立记忆。你曾经经历过的每一个版本，每一种状态，都编码在宇宙波函数里，不是因为你特殊，而是因为宇宙想要成为一个连贯的宇宙，它就必须记得。从人类经验看，这种永恒性又带着悖论味道。我们明明生活在遗忘、衰败、无常里，记忆会淡，身体会老，物品会坏，可物理学会说，这些都是粗粝化的结果，是我们在宏观尺度上忽略了仍然存在的微小细节。你忘记一件事，意味着你大脑中保存它的连接被重写、被覆盖，但构成这些连接的原子仍在演化。曾经承载那段记忆的信号早已以热、声、光、化学的形式散入环境。遗忘像死亡一样，不是湮灭，而是重新分配。信息离开某个局部结构，融入更广阔的世界网络。于是，量子视角把宇宙变成一本巨大的存在账簿。你每一次呼吸，每一次反射光子，每一句话，每一个念头，都在账簿里写下新的关联。大部分记录你永远读不到，但它们会无限向外扩散，成为宇宙状态的一部分。世界不是一个轻易擦除的黑板，更像一个不断增厚的记忆介质。每一次互动都是一次写入，而写入的代价就是熵的增加、复杂性的上升、纠缠的扩大。这其中甚至有一种近乎诗意的对称。你的意识依赖大脑存储和整合信息，宇宙的连贯性也依赖它在更宏观层面保存和转化信息。若信息可以真的消失，现实的结构就会松散，概率归一性会崩溃，时间的连贯性会断裂。你能够拥有体验，
世界能够稳定到让思想与记忆存在，本身就像是一种证明。底层信息并未被随意丢弃，这也会加深我们对个体的理解。你不是孤立的原子队，你也不是只在这几十年里短暂闪现的火花，你是一种被宇宙持续记录、持续改写、持续嵌入时空结构的模式。构成你身体的原子终会散去，但它们与环境的互动会把你的影响力扩散得更远。过去的你仍编码在关联里，未来的你将在同一套未破缺的规则下继续展开。你不是档案馆里静止的条目，你是档案馆里不断更新的一段故事。如果宇宙真的是一种记忆，那么时间本身也许就像一种阅读方式。意识沿着记录的序列前进，把一页页变化体验成流动。而在其他分支里，其他版本的你会对同一底层数据读出不同的叙事。没有哪一种是错的，它们只是同一套物理文本在不同分支上的不同展开。整个故事包含所有这些版本，而你正在读到其中一条。所以当夜深人静，你慢慢进入梦乡时，这个想法或许能带来一点平静。你的一切不会被彻底抹去，欢笑、言语、选择、犹豫、心跳，甚至你此刻的呼吸，都已经写进宇宙的物理账簿。你也许无法把它找回，但它并非不存在。你既是转瞬即逝的读者，也是永恒记录的一部分。宇宙承载着一切，而在那浩瀚的记忆中，你永远是它所知的一部分。第7章，在量子空间中，永生意味着什么？当我们在日常语言里说永生，往往指的是一件很具体也很人类的事。我还能活着，我还能感觉到，我还能以我的身份继续走下去，哪怕身体变老，器官衰退，时间把一切推向终点。可一旦把镜头切换到量子物理学的视角，存在就不再是开关式的2选1，连续性也不再只是从昨天走到今天，从今天走到明天那么简单。因为在量子图景中，支撑你意识的物理系统，你的大脑，你的身体，你的环境，都嵌在一个庞大且不间断的全局波函数里。在许多诠释里，它不会整体坍缩，也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宇宙按下停止键的时刻。这就带来一个颇为反直觉的起点。从最严格的物理意义上说，宇宙里很少有东西会被彻底抹去，更多时候，它们只是转变、分支、重新组合，以新的形式继续存在。于是，量子空间里的永生如果要成立，它往往不是指肉体不坏，也不是指某个固定不变的自我永远延续，而更像是意识这种现象会在现实结构所蕴含的无限可能性里不断展开。它可能换了载体，换了轨迹，换了生活的样子，但经验在何处还能发生这个事实，始终被量子演化的结构允许着。这一切的底座是量子演化的统一性。波函数依照精确方程连续可逆的变化，信息不凭空消失。一个系统与环境相互作用，并不会从存在中被擦掉，而是更深地嵌入整体，成为更大纠缠织锦的一部分。所谓崩溃，单一结果取代多种结果，在很多量子框架里更像是退相干，各种选项彼此分离，互不干扰，各自成为独立的分支历史。每个分支都继承完整且自洽的过去，包括对观察者的完整描述，而总波函数仍然整体存在，同时包含所有结果。因此，当你把死亡理解为彻底终止，它在物理学层面就突然变得难以精确定义，因为在最底层的描述里，所谓终止更像是
信息被重新分配到更广泛的纠缠网络里，停止运转的躯体成为环境的一部分，粒子与辐射进入新的相互作用链条。曾经承载意识的神经模式会消散，但它们的痕迹仍以关联的形式留在普遍状态中，维系星系结构的那套守恒与演化规律，也同样维系着每个生物体的量子历史。换句话说，从物理层面讲，身体没有被毁灭，只是被改写。可量子永生的讨论并不止步于信息守恒，它还来自一个更尖锐的观察。在分支宇宙的图景里，每个事件的每个可能结果都在总状态的某处实现。于是，对于任何看似会导致死亡的情境，理论上也存在一些分支，振幅可能极小，度量可能极低。在那些分支中，你并没有死，急救恰好赶上，血管痉挛恰好缓解，心率恰好恢复，意外发生的角度恰好偏了一点点，甚至一个微不足道的神经元放电时序差异，导致你做了另一个动作，从而避开了那条通往终结的路径。关键在于，每一刻退相干都在生成一簇未来，某些未来里，意识模式继续连贯，另一些未来里，它断裂。从第一人称视角出发，你只能出现在那些还能继续积累经验的地方，因为自我无法体验自己的缺席。你能体验疼痛、昏迷前的模糊、醒来的恍惚，却无法体验我已不存在。这就是量子永生论证里最核心也最容易被误解的那一步。它不是说身体不会坏，也不是说世界会为你开后门，它只是在说，如果意识是被某种物理连贯性支撑的，那么主观经验的链条只会包含那些连贯性没有断掉的片段。于是，主观上就会出现一种奇特的连续感，意识的每一个瞬间都像无缝地流入某个仍然允许它存在的未来里。绝大多数合约会到期，大多数分支里的你终究会在某个年龄、某次事故、某种疾病中结束，但只要还有哪怕极其罕见的一条分支继续延长，主观体验就会沿着那条分支继续读下去。它像一本书，多数章节在某个版本里戛然而止，但总有一本薄得几乎看不见的版本还在续写。宇宙不偏袒生存，它只是实现所有允许的结果。连续感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意识只能在条件成立之处发生。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种说法不需要新物理学，它不是额外添加灵魂、能量护体或神秘机制，它只是在多世界或类似妖正演化框架里，用观察者的第一人称视角重新讲了一遍同一套数学结构。宇宙分支，结果全实现，你只会在能承载你正在体验的地方出现。所谓量子空间的永生，因此更像是一句严格的主观陈述。你不可能经验到自己的终结，你能经验到逐渐衰弱、记忆断片、人格改变、意识变窄，却不能经验到绝对空白之后的自己。但这里必须再往深处走一步，这种永生并不是个人战胜时间的胜利，也不是某种温暖的奖赏，它更像经验在宇宙无限计算中的延续。那些活得更久的你，不是形而上学的灵魂漂移，而是物理基础仍在某些分支里保持连贯，而且每一秒它们都在进一步分化。有的你健康长寿，有的你早早离场，有的你在某次病后性格大变，有的你在某个转折点后走向完全不同的人生。没有哪个比其他更真实，它们共同构成你所有可能历史的集合，像一团在配置空间中飘逸的身份量子云。很多人听到这里会不安，因为它像在说，
自我被无尽复制，每个复制体都要独自承担命运。大多数会消失，少数会不可思议地继续。可从物理结构看，这种多样性并非混乱，而是秩序。宇宙波函数不是碎裂的破片，而是统一的整体。分支只是退相干之后的局部分离。你的每一个版本都来自同一底层信息模式的延续，它们共享共同的根线程。当一个分支中的你停止，其他分支并不会减少宇宙的总信息，总和仍然守恒。所谓的你，更像是一个由相关状态组成的族谱网络，而不是一根孤零零的线。从宇宙尺度看，某种意义上的永生确实一直存在。能量不可毁灭，信息无法删除，你的元素来自远古恒星的锻造，将在未来继续流转。你反射的光子，你辐射的热量，你说的话，会以光速扩散，把你的模式碎片写入更广阔的宇宙。你不会从宇宙的记录中被擦除，你只会变得越来越难以从噪声背景里被读出来。而量子永生在这层宇宙记忆的基础上，再加了一层更个人化的含义。在分支结构里，总会存在某个视角，意识能够继续沿着某些允许它存在的路径延伸，哪怕那条路径越来越偏离你熟悉的生活。这听起来像一种希望，但同样可能是一种冷峻的事实，因为有物理学家提醒，即使逻辑上允许，在可观察意义上也未必对应你所想象的永生。幸存分支的度量可能衰减得极快，快到几乎为零，快到在任何现实意义上都无法指望。可在量子理论里，接近零不是等于零，而且框架本身没有一个自然机制去把那一点点可能性从总体里剔除，它允许它存在，不管它有多微弱，也不管你喜不喜欢。一旦接受这一点，永生就失去它通常的情感包装。这不是慰藉，也不是奖励，更不是青春永驻。恰恰相反，活得最久的那些你，可能会经历一个越来越稀薄、越来越冷酷、越来越空旷的宇宙。恒星熄灭，能量梯度消散，结构难以维持。意识如果还能闪烁，也许是以我们今天几乎无法辨认的方式，那将更像忍耐，而不是解脱。但在这幅冷峻的远景里，也有一种温柔，它把存在理解为参与一个无限过程，而不是把生命当作有限财产去占有。你是无数形态中的一种，短暂地意识到自身。当某个分支的故事结束，其他故事仍在展开，宇宙仍在演化，没有任何可能性被浪费。这也把身份认同推向更深的问题。如果有无数版本的你，那么在这个分支活下去和在另一个分支消失之间，是否还有绝对意义？答案可能并不落在同一个实体沿时间延伸的直觉里，而落在模式上。身份是一组相关状态的结构，每一种状态都携带自我意识的核心特征。于是，永生并不等于保留你现在这套固定细节，而更像是意识能力作为物理规律的自然产物，在允许它出现的地方反复出现，反复延续。宇宙不承诺你不变，它只承诺只要规律允许，意识就会在某些构型里再次点亮。从更宏观的角度看，量子永生与其说是一条个人命运，不如说是一种关于存在如何维持自身的描述。意识之所以可能持续，是因为现实规律允许它出现，因为信息演变但不删除。宇宙不仅是生死上演的舞台，它本身更像一个能自发产生意识的机制。在无数分支里，
无数个短暂的清醒瞬间，都是宇宙以局部方式看见自己的一刹那。你在此刻的觉知，就是这场反射中的一个点。因此，你永远不会真正死去，在量子空间里有了不同的含义。它不是肉体复活的承诺，也不是永恒记忆的保证，而是承认你的每一次呼吸、每一个想法、每一次观察，都被写入一个没有终点的进程中。你是无限叠加态里局部相干的一段。当这种相干在这里消散，它可能在别处以别的形式再度出现。夜深了，万籁俱寂，你可以把永生理解成一种安静的事实，没有什么会被真正抹去。宇宙把你的每一个版本、每一个回响，都纳入它永无止境的计算之中。意识持续存在，但它不是一成不变的我，而是现实对自身不断觉醒的方式。或许，这就是永生最温柔也最诚实的版本，不是拒绝终结，而是确认，终结从来不是消失，而是转化，而存在本身从未走向虚无。